本期视频就来回顾一下《火影忍者》11部剧场版当年的票房成绩，也顺便做个排名，大家也来看看哪部剧场版的票房最不符合你的预期，哪部剧场版又是你心中的第一名呢？第11名，大戏份3日月岛上的动物骚乱，最终票房7.8亿。这是《火影少年篇》的最后一部剧场版，时间线设定在佐助离开木叶村之后，因此第7班的空缺就让人气角色小李进行了补位，但这阵容吧还是挺寒酸的。剧情方面也是平平无奇，就连预告片都提炼不出什么亮点来吹。最后的市场反响也可以想见，票房累计7.8亿日元，位列系列末尾。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当时我朋友买的动漫杂志里附赠了这部剧场版的 DVD， 他拿到我家来放，结果我俩看一半就都睡着了。第10名，雪域，最终票房8.4亿。本作上映于2011年7月30号，时间线大致在培恩入侵木叶篇左右，于是鸣人的现任模式就成了这部剧场版的最大卖点。这也能算卖点？宣传片一上来就指控鸣人杀害云影和岩影的商人，以及暗杀雷影未遂3项罪名，同时也透露了本作将由擅长推理小说的东山张良担当编剧。他很出名吗？可即便如此，最终票房也并未突破10亿日元大关。现在看来，本作唯一的作用就是提供了曹隐村鬼灯城的设定，后续的小说和博人传动画都有用到。我个人感觉这部剧场版在粉丝间的存在感还不如附带的特点小短片《颜值中人考试》鸣人 vs 木叶丸。第9名，火之一直继承者，最终票房10.2亿。作为火影10周年企划的重点项目，火之一直继承者在宣发期间可谓是将噱头和情怀统统都拉满了。什么卡卡西背叛木叶了，第4次人界大战要爆发了，BOSS 是5种血迹献祭的持有者等等，但架不住剧情一如既往的老套，票房相较于上一部羁绊甚至还有所下滑。本作将视角放到了木叶小强身上，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，自进入疾风传后，小强们就因跟不上版本失去了逼格，这在热血漫中是非常致命的。没实力又没逼格，这就让他们空有名气，却没什么票房号召力，不足以让粉丝掏钱。并且既然都让小强担任了主角，导演却舍不得给他们设计几个新人数，打来打去永远都是那几招，还不如动画的一些原创篇章精彩呢。第8名，失落之塔，最终票房10.3亿。我是没想到失落之塔的票房竟然会爬到倒数第4这个位置，有超人气角色波风水门坐镇，结果票房成绩还是不太理想。只能说火影的剧场版太过粉丝向了，没有像克兰小新、哆啦 A 梦那样的路人盘。也是从这一年开始，火影和海贼王的剧场版开始有了巨大差距。当强者天下开始冲击50亿大关时，火影剧场版还在10亿这个及格线苦苦挣扎。但这也向官方发射了一个重要信号，就是让原作者参与剧场版的制作非常有必要。毕竟海贼王的剧场版就因为尾田的加入有了非常大的起色，所以把岸本拉过来迫在眉睫。第7名，羁绊，最终票房10.6亿。本作上映于2008年8月2日，在官方放出宣传预告片时，动画那边也刚好来到了天地桥篇的后半段，动画和剧场版准备同时发力，为佐助的再次登场造势。要知道，距离佐助上次出现在动画里已经隔了足足3年之久，可谓是吊足了粉丝的胃口。因此，佐助回归，名作再会就成了本作最大的卖点。但是剧情上的薄弱依然无法形成吸引路人观看的好口碑，属于走出电影院就立马会忘记的水平。现在这部剧场版被提及时，大部分是出现在与博人传时期的科技水平对比的讨论之中。第6名，大鸡突幻之地理遗迹，最终票房11.8亿。这部剧场版能排到这个位置，我属实没想到，因为平时根本看不到任何关于这部剧场版的讨论。我猜大概是那几年正是火影在日本最火爆的时候，再加上当时我爱罗刚打完骏马吕，人气和逼格都正值巅峰，有着十足的号召力，所以能让票房达到及格线的水平吧。毕竟就剧情而言，大部分剧场版都差不多的啦，票房差距也非常小，谁高一点谁低一点，基本就取决于角色阵容和那部的宣传片牛皮吹得更响。第5名，鸣人之死，最终票房12.1亿。提到吹牛批搞噱头，那必须得有鸣人之死的名字，说他虚假宣传都不为过。从片名到预告片都反复在强调鸣人死了，鸣人死了，并且官方还特别制作了一段给鸣人下葬的片段，想要来坐实这点。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段只是臆想出来的，完全是为了噱头而搞出的噱头。毕竟不这样做，你这预告片放出来，可以说毫无让人买票进电影院的欲望。这部剧场版最大的记忆点，恐怕只有女主紫苑的颜值和她和鸣人的一些亲密互动吧。
第4名，大火剧《雪军人发帖》，最终票房13.7亿。《雪军人发帖》讲述了第7班护送雪国公主变拯救她国家的故事，时间线大致在3人大战之后，佐助叛逃之前，所以这也是佐助唯一参演的少年片剧场版。CCTV6曾在2011年的暑假一口气把少年片的3部剧场版全给播了出来，因此这3部是有大陆配音版的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来听听。作为火影的第1部剧场版，《雪军人发帖》最终取得13.7亿的票房成绩，也算开了个好头，但接下来的剧场版却并没有表现出越战越勇的趋势，以至于本作火影最高票房剧场版的名头竟维持了8年之久。第3名，《忍者之路》最终票房14.8亿。为了纪念火影动画10周年，项目组请来了原作者岸本齐史亲自操刀。岸本也是兴致满满，甩出了水木夫妇加小组织加逆转小强这套豪华阵容，直接秒了先前的所有剧场版，并且岸本还重新给小强们设计了形象和造型，什么御姐雏田、花花公子佐助、太平公主纲手都非常有话题度。总之，这次剧场版终于不愁找不到卖点了。而鸣人和小樱在限定阅读对亲情的感悟，也成了贯穿电影的精神内核，让这部剧场版从里到外都足够优秀。忍者之路最终取得14.8亿的票房，刷新了系列最高纪录。果然有原作者坐镇，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。唯一的遗憾就是本作的制作时间非常之紧，几个主力画师当时都还扑在动画510到515集的力量片上，致使忍者之路的制作略显粗糙，画面看上去和常规的 TV 动画差不多。第2名，《The Last》最终票房20亿。2014年10月6号，集英社突然放出火影漫画即将完结的消息，吓了众人个措手不及。大家还没缓过神，月底又释出了新剧场版《The Last》的 PV， 宣传这是火影最后的故事。而此时距离漫画最终话发表还有最后10天，很多事其实都还没敲定，像6代火影的人选、鸣人佐助的 CP 怎么配，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但是在《The Last》的宣传片中，卡卡西就已穿上了火影长袍，鸣人深情的注视着雏田，算是提前向大家公布了答案，也就此引爆了火影社区。并且这部剧场版的时间线设定在了4战后的2年，忍者们的新造型和感情生活大家都非常好奇，很难不买张票去一探究竟。而这一时间，全球各大主流媒体开始陆陆续续报道火影完结的新闻，火影的热度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。在众多 buff 的加持下， The Last 想不大卖都很难。电影最终票房突破20亿，再次刷新了系列票房纪录。第1名，《博人传》最终票房26.2亿。2014年11月10号，火影忍者漫画最终话发表，伴随着新生代小强们的登场，官方也高调宣布了新时代即将开幕。于是 The Last 才刚刚下映，官方就立马释出了全新的剧场版《博人传》的宣传 PV。看到熟悉的老忍者们以新的样貌和父母老师的身份登场，没有哪个火影粉丝不想要去了解他们15年后的生活。而这一次，岸本又高强度参与到了剧场版的制作中，包揽了脚本、角色设计等一系列工作，让电影的质量有了保障。上映后，电影的风评大大超出预期，观众赞不绝口，口碑呈现出了一边倒的趋势。里面不仅有对过往火影剧情的致敬，还有火影一以贯之的激烈打斗。我想哪怕是现在厌恶博人传的那批人，也会认可这部剧场版。最终本作取得26.2亿的票房，成为系列之最。2016年2月18日，本作又登陆内地院线，在美人鱼、澳门风云3等多部后续大片的夹击下，博人传还是拿下了1.03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，成为在内地第1部票房破亿的日本2D 动画电影，意义非凡。然而，《博人传》剧场版虽给《博人传》这个新 IP 开了个好头，但后续却因为这那的原因，让《博人传》并未能延续火影的辉煌和热度，以至于官方至今都未再推出新的剧场版，不免有些让人唏嘘。那么在这11部剧场版中，你最喜欢哪一部呢？留言大家来讨论一下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